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也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结。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呢，或是人群中难免有被人冤枉或被误解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都会情绪郁闷，心情沮丧，而每一个人呢，这种心理反应的强弱呢，也会随个性之不同而不一样大多数的人会因此陷入无助、无奈、无辜这种普天三无的境地之中身心饱受煎熬这个时候要让自己保持坦然的心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会说了，都被冤枉误解啦，白布都被染成黑布啦，事实都被扭曲啦当然要据理力争嘛，解释清楚，否则不就是背黑锅吗这样讲也没有错没机会解释就没话讲，明明有机会解释，你却不解释清楚，这样也不对如果经过我们用心跟耐心的解释后呢，发现彼此是误会一场，那大家可以尽弃前嫌，皆大欢喜，能够这样是最好了问题在于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明明知道呢是冤枉误解却还见猎欣喜，幸灾乐祸。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呢，明理的人都听懂了，也听得很清楚，他就是选择呢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你解释的再有理他还是要见缝插针鸡蛋里挑骨头所谓的秀才遇老兵，有理说不清，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末法时期的人心险恶跟人心不古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公共议题上，或者是政治的攻防中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不信者不但对你冤枉误解了，还无中生有，无的放矢甚至呢看到别人成功时就会心生嫉妒或酸葡萄心理或看到别人失败时呢，自己却有恶意的快感，或者是看到别人做得很好就心生嫉妒，或者是看到别人获得赞叹比我们多他就心生嗔恚了这些都是人群中的凡夫相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阿修罗。六道轮回里面有一道叫做阿修罗啦有些人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却有一个好胜跟计较的心要头衔要地位要大家尊崇他、赞叹他，或常常自认比别人高一等而不认输，任何事只有他最懂甚至觉得自己付出最多也最有经验大家都要听他的只要有以上这样的念头纵然做了很多付出或做了很多的善事，最终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福报修得多一点的，到天上做阿修罗了叫做爱脾气的天神。福报修少一点的呢在人间做阿修罗，叫做爱发脾气的人再次一等的呢就到恶鬼道或畜生道去做阿修罗了所以鬼也有善鬼恶鬼之分嘛，神也有善神跟恶神之分畜生道的狗狗是属于畜生道有些狗就很温驯，有的就很凶猛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有一种情况是很热心行善，但却常常遭到误解造成的被帮的人不感恩，那帮人的人很委屈这样就美中不足，有点可惜啦怎么会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呢台湾话叫做好心好如意经这个就要自我检讨了。怎么检讨？
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呢是一厢情愿，没有替别人设想？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顾对方的心理感受？是不是帮助人没有做到感恩跟尊重？如果有这些缺憾之处了，我们就要赶快做出改进跟调整了。如果不是以上刚刚所讲的呢，但是却被别人批评或扭曲呢，我们有机会就好好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只好安忍不动。无论碰到任何的情境，都要以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也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靠的人。现在呢，假新闻、假讯息充斥，以假乱真稍一不查就会信以为真，似是而非久了，变成积非成是造成是非混淆对错不分我们很可能慢性中毒而不自知，知见开始偏差而不自知。佛经上所讲的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处在这样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要如何才不会造成心随乱境，境乱心也乱呢？要怎么样才不会造成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对治的灵方妙药就是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呢，处在乱境或险境中要能够立即为癫狂慌乱做正念，因为是用平静及温和的反应去对治嘛，所以这种安忍不动跟默忍则安呢，就是一种出世的精神。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了，才能避免掉烦恼我自己在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呢，也不乏被冤枉过、被误解过了。那淡忘跟善解呢，就是尚方宝剑。这把光明剑可以斩断烦恼丝让我们的心呢，可以不跟境界沾染。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断舍离。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这句话也是有它的佛学跟儒学的理论基础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我们常常讲盖棺论定，其实有时候盖棺都还不能论定因为有些人是什么含冤含屈进到棺材里的，那有些人在盖棺的时候呢，大家认为他是错的，可是将来又发现其实他没有错，但为时已晚冤狱还有办法补救，冤死就会死不瞑目自古至今呢，多少冤屈的那种民间故事才会有人在明镜高悬的这个衙门里面呢跪求伸冤并传颂着仗义直言大公无私的包青天的故事包青天那虽然能够将许多冤情还之清白但是没有包青天的今天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向法院投诉了但是有时候老实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误会跟冤情也是不容易处理的。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也是很难处理尤其是家务事即使是清官也难断家务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申诉呢？向谁申冤呢？在人群中偶尔被人家误解或冤枉了，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误解或冤枉的频率太高，次数太多，那肯定跟自己的行事风格跟本身的个性习性有关这个时候就要下反观自照、往内升观的功夫为何常常被冤枉跟误解的人都是我们呢？是否自己做人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周详，造成别人很容易误会我们呢？是否别人只是想对我们多了解，而我们却无法善解造成对方的误解？有时候别人都没有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造成疑心生暗鬼，
结果不但是庸人自扰啊，反而冤枉了别人如果质问都不是以上的问题这样的话，面对冤枉跟误解的时候，我们只好告诉自己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就是自保最大的力量公正跟无私是自立最好的支柱。只要我们自省过后呢，没有其心不直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则直心是道场所有误会跟误解呢，最终都会清者自清，不辩自明时间会证明一切。为什么？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成语意思是说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这匹马力气的大小；要经过很多事情，时间拉长了才能识别人心的善恶好坏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这句成语呢，有一个典故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的，从前古代呢，有2个人一个叫路遥，一个叫马力。这2个人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路遥呢，家里比较穷，有妻子跟一对儿女要养活，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去京城读书去赶考。因为只要能够考上当了官就有机会改善家庭路里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那马力呢是富贵人家，家里很有钱。那路遥这一离开以后，可能一去就是1年他又不能带着妻子儿女去，于是呢，他就把妻小托付给马力托付这个马力呢，能常常帮他照顾这个家庭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请他帮忙一下啦。那马力当然是欣然答应那这个路遥的妻子就带着一双儿女呢，勉强度日过着穷苦的日子但还好路遥的妻子呢，能够做的一手好鞋子他把做好的鞋拿到市集去卖，也常常能够卖出好价钱1年后呢，路遥赶考回来他得了状元并且呢在京城做了官，他很高兴呢，准备回家接这个妻小进京城去享福并且要好好的谢谢这个马力这1年来呢对他家里人的照顾那路遥回来后就问妻子我这不在的这1年，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问说马力有没有帮助过你们呢？这路遥的妻子呢就叹了口气你交的是什么朋友自从你离开后呢，马力就只来过我们家1次，留给我一点钱就走了。要不是我会做鞋子也卖了很好的价钱我们早就饿死了啦。那路遥听着妻子这样讲之后呢，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跑去马力家里找马力算账。他就质疑这个马力你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我才信得过你也才会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请求你帮忙照顾可是你怎么这样子做呢？那马力没有说话就把这个路遥呢带进屋子里面的一个房间打开房门之后呢，这个路遥一看，傻眼房间里面的堆满了鞋子。路遥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可是呢，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妻子说过，他每次做的鞋子都有人来买，而且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这个时候路遥呢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买鞋的人就是马力这个时候呢，
玛丽呢就意味深长的说啦：“路遥，我并不是没有照顾你的家人，你托付给我的事情，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你想想，如果你不在家，而我经常往你家跑，别人怎么看待我？别人又怎么看待你的妻子？又怎么看待你呢？是不是会让外人产生很大的误会、误解呢？”路遥听完后啊，悔恨不已啊，他不该这么鲁莽去找玛丽，还大大的冤枉了玛丽呀。所以路遥冤枉了玛丽嘛。但是这个玛丽没有怪这个路遥，因为他知道这个玛丽，他知道说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气急败坏了，很难冷静啊。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路遥跟玛丽的感情越来越好，成为知己啊。这就是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这一个成语的典故啦。这个故事也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仔细去听到，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啦。人生中呢，有时候我们冤枉误会别人啦，有时候是别人冤枉误会我们啦。那对冤枉别人、误会别人的人呢，我们要劝他用心看，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用心听，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实践，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这两句话也是非常的好。其实有时候呢，即使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那也并不代表是正确的哦。因为看到的可能只是过程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所以还不够客观，不够全然。即使听到的与真实的完全一样，但讲话的人的口气不一样，意思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哦。甚至是听到几句话就断章取义那更会偏离真相。所以人稍一不慎呢，就很有可能看走眼，听错话，会错意。如果因此而骤下结论的话呢，那要误会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像刚刚路遥就误会玛丽一样嘛。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有所警惕警惕什么？警惕有时候即使停看听，都还不能骤下结论2016年4月10号，台湾中台禅寺的惟觉老法师圆寂那慈济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去问候致意了并且请中区的慈济委员呢前往哀悼但就有八卦记者呢去问中台禅寺的知客士接待会众的这个叫知客士他问那个知客士说，慈济有没有派人过来？那他们的知客士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嘛而且知客士的常住也进进出出刚好问到的这一位常住是没有看到慈济人，所以这位常住就脱口而出说没看到这样新闻又有得写了记者就写慈济没有来慈济没有来就这样子冤枉慈济还好慈济立即澄清没有造成误会了那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屏东的垦丁村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音乐季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型的音乐艺术文化展演活动从1995年呢开办到现在疫情之前有一年呢的这个春吶音乐季刚好大爱电视台呢在那个春吶的现场要拍摄恒春第一粒慈济种子一位师姐当年做环保的故事那就拿了一些资源回收物当做道具摆在现场要拍戏用那有人就看到就说慈济的环保是作假的就误会了他不知道这个是要拍戏路过看到都看到这一刹那没有看到前没看到后就说这个是假的，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自己的定见甚至是偏见呢去奏下结论
结果冤枉别人，误解别人呢。生活中这种误会屡见不鲜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一个醉汉在路边等公车醉汉那酒瓶喝一半的酒还插在这个口袋里面酒瓶还插在口袋里面头发散乱脸颊上还有一个女人的口红印。等一段时间，公车来了，醉汉一上车看到一位神父旁边有空位他就坐在神父的旁边那公车开动之后呢，醉汉就把口袋里面的报纸拿出来看，看到一半，很难得师父坐旁边对，有什么疑问赶快问师父赶快问神父他就问神父，他说：“神父，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那这个神父看到这副德性，就用很不好的口气跟他说：“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嗜酒如命生活不检点跟女人鬼混所以才会得关节炎那醉汉听了以后呢，想神父讲的一定是真理虽然神父口气不是很好醉汉还是恭敬接受那神父讲完之后呢，发现他拿一个神父刚刚对这个陌生人讲话的口气有点重，有点失礼所以这个神父就觉得不好意思嘛，就改以温和带有关怀的口气呢，再问这位醉汉：“请问老先生，你得这个关节炎多久了啦？”关怀这个醉汉这个醉汉回神父说：“神父，不是我得关节炎是我刚刚看报纸教宗得关节炎这个就是以心存定见去奏下结论结果造成冤枉跟误解嘛。不过神父这样讲会很严重误导这个醉汉因为认为教宗得关节炎是嗜酒如命、生活不检点、跟女人鬼混的，这个误会就大了对不对一般人呢，对于是非好坏呢，常常自信的说这是我亲耳听见我亲眼所见其实由于短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入了解，而被六视所蒙骗六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那这样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愚痴短见的盲聋之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我们的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才能以崭新的看法去关照所有的事物。当我们的心空掉了所有的成见时，才能从客观与宏观的角度去判断身旁的各种人事物，能够这样，我们所判断的事情才会接近真理所以先入为主跟充满成见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常常自以为是再加上坚持己见所以就很难跟人家结好缘这也是心智成长的一种危机有一位志工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并且有一些佛学的基础也很积极参加志工活动，但却有一个缺憾就是常常会遭到排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志工怎么会遭到排斥呢？那我跟他互动约有2年的时间过后我发现人际关系不好的问题跟他的个性有关。他常常认为自己行事不顺，是因为别人故意冤枉他、误解他甚至对他造谣生非因此让他处事到处碰壁，连求职不顺或找不到工作他都怪罪是别人故意对他散播不利的谣言所致而这样的问题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这个停了那个又来了因此他就准备找一位跟他的朋友陪伴他准备要去针对冤枉他的人一一做出澄清并且信誓旦旦的说要好好教育这些人有一点替天行道的意思那我以旁敲侧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去提醒他，恶缘宜解不宜结啦。那我们常常会被人家冤枉误解，造成跟别人的缘结的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就是说，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跟认同，或说出来的话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就要静下心来，从自己的身上去下反省跟检讨的功夫。能够这样做，才是有自省能力的人啊，这样才有办法化解恶缘结善缘啊。这样跟他讲，他回答我说：“这些人做事不如法，需要有人对他们教育。”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我就跟他说，孔子告诉我们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呐。君子是要求自己的，小人都是要求别人的。君子都是检讨自己的，小人都是检讨别人的。我还以近思语跟他分享，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个2句话都有先后的顺序哦。意思就是说，要度化或教化别人之前呢，要先度化或教化自己。那我对他也只能够直话圆说，也不敢直话直说啊。因为生怕他听了他不舒服。因为宁动千江水啊，不动到人心呐。虽然我跟他的缘觉得还算好了，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小心呐。那2年来呢，他只想向我倾诉他想讲的，却静不下心的来听我对他讲的。好话跟他说尽了，很难开窍。互动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也只能说：“哎呀，尽其在我啦，顺其自然啦。”这个说者谆谆呐，听者渺渺，也只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了。后来呢，他如果跟我讲他准备要对付这些人，对付冤枉他的人要怎么做的话，又有这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够轻轻跟他讲说：“一切向前看啦，祝福你。”轻轻的讲，只好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是扮演垃圾桶的角色，让他倒垃圾其他使不上力但没有放弃他只能耐心等待因缘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垃圾桶让他倒垃圾我们的工人也是这样子的还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虽然跟这些乱境牵扯不完还好佛缘未断最近呢，他突然开窍了，简讯跟我说，他想要去亲近他的师父，继续修学佛法。以前皈依一个师父了他说可以的话呢，他也想受菩萨戒。有这种念头，善根还不错了。他有机会的话，他也想受菩萨戒。他虽然做慈济志工但是他有他自己皈依的师父了。终于呢，媳妇熬成婆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了。还好有惊无险圆满收尾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那孔子有说一句话呢，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以前我记得也讲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别人对他不了解，而误会他或冤枉他，他不会急着解释，也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生气动怒这个不愠而不愠，不愠就是不生气动怒那不亦君子乎这样呢，不也就是一个君子啦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论语》里面还有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话大家也都知道，都念过嘛那坦荡荡呢，就是君子呢，俯仰无愧俯首仰头都无愧，所以心胸开阔，平坦舒畅潇洒自在那长戚戚呢，就是小人呢自私自利患得患失，所以心里时常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表现出什么忧愁恐惧的样子那讲白话一点，就是君子随缘自在，小人是攀缘不自在那君子为什么可以坦荡荡呢？因为君子是无欲，所以无所求。无欲则刚嘛，有欲则不刚。无所求就无所畏惧，有所求就有所畏惧。所以求于人者畏于人什么意思对别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什么意思？
就好像向人家借钱总是畏畏缩缩的，很怕人家不借他钱，意思是这样子了。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呢，就要先做到弃天下如敝屣啊，保帝王将相而不为啊。意思是说，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好像丢破鞋子一样啊。那出将入相，富贵功名也都可以不要，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啊。我们做不到啦，所以还是凡夫嘛。那其实，在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想抓住好机会呢，出人头地。有谁会轻易放弃升官加薪的好机会呢？对啊，这是人之常情的啊。所以要做到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也是不简单的。那刚刚我们讲“君子坦荡荡”这句话呢，不代表孔子是反对从政什么都不要了，帝王将相都不要不是说反对从政，而是孔子认为呢，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施行仁政跟德政的意思啦。那孔子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呢，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体系是如出一辙，不走极端，不偏不倚，非常中道。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现象，就是心中无欲或少欲的人呢，面对冤枉、误解、凌迟、羞辱、委屈、无辜等等，会比较容易释怀、看得开。因为名利、地位、财富，甚至是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可以看得开了，都可以放下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看不开呢？所以才会说一句话嘛，人道无求，品质高嘛，道理在这里嘛。财色名食睡叫做五蕴，也就是五欲啦。那这5个敌人呢，无时不刻不再蛊惑我们呢，挑衅我们呢。如果我们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头来还要让它显妙用，那这个时候就是《无量易经》所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意思就是说，无量的妙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跟这个人群中悉现在前，这个前指的就是人群你要入人群，才能够印证这种妙法这为什么我们讲说不能离开人群，道理在这里的能够做到这样的就是什么？度一切苦厄。修得好的人呢，功夫成熟的人呢，真正大自在了，面对这些敌人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就时时刻刻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了。面对冤枉跟误解也是一样，把冤枉淡忘，把误解善解，心念不跟这些境界牵扯纠缠，这样也可以叫做照见冤枉误解皆空，跟照见五蕴皆空一样的意思。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心情不好，情绪就会不稳EQ 低，这心情容易起起伏伏造成误解的几率就高。EQ 高，那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就代表着善解能力的很强。所以心情跟情绪也是会直接影响善解能力的有效发挥同理，善解能力可不可以适时发挥，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跟情绪的好坏两者是互为因果啦。那不能淡忘或者不能善解，就是跟乱境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讲一句言简意赅的开示，简单几个字而已，叫做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铿锵有力那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破我执灭我相就是一种解脱了。所以可不可以解脱跟能不能善解也是息息相关所以才会说能善解才能够解脱，意思是在这里嘛。那要看一个人呢，我执有没有破，可以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自我验收。第一有4个人第一，
看他在面对别人的诽谤、冤枉、误解跟批评的时候呢，能不能忍得下去啊？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能不能不动脾气啊？当然面对别人的冤枉误解的时候，能不能不动脾气？第三，能不能心平气和？第四，有没有报复的心理呀？如果能够忍得下去，也不生气，也心平气和，没有报复的心理，这样就是心上无痕，不至心中，就是我执破了。这个也可以叫做潜藏涅槃的智慧了。哦，各位如果做到以上这4个条件的话，就可以潜藏一下。哦，原来这是涅槃了。要学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要学度量宽，先学受傲烦。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被别人冤枉、误解、批评或伤害；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现；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清晨梦醒时的那一刹那的表情，最准了。要看一个人的属性，要看他是交什么朋友啦，物以类聚嘛。那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字写的怎么样，看他字写字，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2个人的关系呢，要看发生意外的时候，另一方紧张的程度，也是很准的啦。讲得非常有道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啊。心念上呢，存着要去教育别人、导正别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去保护苦难的众生呢？或是心念上一直存着自己都没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有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一路错到底，很难回头了啦。无法回头，就是因为你自己对号入座，自己钻牛角尖，越钻越不见天日，就好像深陷泥沼一般的无法脱身了。可是呢，只要能够回头，这回头是岸了。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苦海无边的回头是岸吗？对，那面对这样情况也是一样啊，面对冤枉误解的状况也是一样啊。淡忘跟善解就是回头了，回个念头，转个念头的意思了啊。要帮助别人之前呢，自己先不能落入困境，否则何来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要教育别人之前也是一样，要先教育自己，否则无德之人如何能以德服人呢？同理，正人先正己啊。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想要让别人做到，自己需要先带头做到，这个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道理嘛。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若想让别人心服口服，自己就要做出令人叹服的事情啦，让人家认同，让人家肯定，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嘛，对不对？其实啊，冤有头债有主啦，有冤或有债，追根究底还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这么多人家就是选择冤枉你、误会你呢？这就跟有人中的绝症一样嘛，愤恨不平的说，这么多人，街上这么多人，为了他们不生命就是我呢？一样的道理的这个就是因缘果报道理嘛，其来有自那也是叫做有果就那个因嘛。那一般人呢，碰到误解、冤枉、批评啊、凌迟啊、羞辱啊、委屈啊、伤害啊等等，都会很不甘愿甚至很郁卒啊。但是善解功夫够的人都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净思语提醒我们服从做中得欢喜啊，会从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说，一直见苦知福，就会越做越知足，越做越感恩越做越欢喜一直用智慧去善解人意，去同理别人，善解别人，就会越做越自在，越做越自然这样就是解脱之人那常常被冤枉误解，虽然不是好事但
但常常被赞叹，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常常被赞叹呢，比常常被诽谤还厉害啊！被诽谤，我们还会提高警觉；被赞叹，有时候很容易喜形于色、沾沾自喜，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堕落了。甚至明明做的事情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人家赞叹你，你把它当作默认肯定，那这个就完蛋了。再加上自己没有自省的能力啊，人家是不敢跟你说实话，所以赞叹你。结果你把别人的这种赞叹当作肯定自己，那就完蛋了啊！其实别人对我们的赞叹，那也可能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也可能是一种善意的鞭策。这个就是正念啊。赞叹是帮助我们，诽谤也是在帮助我们。再大的冤枉跟误解，都是在消业障。越大的诽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叫做随缘消旧业，不是这样子吗？能有这样子的平常心，就是正知正见了。也就是刚刚讲的，会从善解就得自在。烦恼需要靠佛法来对治，无明需要靠法水来洗涤。烦恼对治的好，烦恼变菩提；无明对治的好，无明变光明。佛家说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所以是非与谣言也是止于智者，时间久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必急着解释啦。行动跟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就讲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